看到丫丫一头扎进损损聚宝盆，才发现宝贝回国1年的变化有多大。只见大美鸭像开盲盒般在小篮子里寻美味，拿到胡萝卜后还特意换到尖尖大块朵。干饭时清脆的咀嚼声无比动听。鸭宝第2次掏兜兜还有个小惊喜，也就是多次出镜的长颈鹿玩具。只可惜胃口大开的长公主光顾着干饭，上一秒还在嗅闻玩具的宝贝，又化身窝窝头代言熊。估计整个北洞也就丫丫喜欢这个味道。吃完窝窝头后还是肚子空空，又埋进篮筐找到一大根竹笋，还因为太过着急一个不小心翻车，长公主只好尴尬的躲避镜头。宝贝如今的状态和孟菲斯时期形成鲜明反差。要知道她在异国他乡可没这么调皮。丫丫为了能填饱肚子努力变乖，可乖孩子得到却是工作人员的熟视无睹。那时的鸭宝只能在一堆干竹子中寻找可以下口的鲜嫩竹叶，导致本应白白胖胖的国宝瘦得不成熊样。幸运的是家里人亲手将孩子带上回国的专机。自从丫丫来到北洞后，被孟菲斯压制的天性渐渐回归，终于成了越来越不乖有脾气有的调皮熊。当丫丫找到竹笋后，篮筐还挂在手上，气得长公主一掌拍飞，爱马仕包包直接滚出了镜头。大美鸭有时还喜欢故意散发美貌，只见她趴在木架上四处张望，目的就是向两脚兽展示自己优越的大长腿。鸭宝平日里是个十足的小吃货，可一到下雪天就成为彻头彻尾的显眼包。丫丫看到满地皑皑白雪，开心到忘乎所以，本想打滚，却一不小心摔了个屁墩。公主还借助道具坐在大粉碗上接连翻滚，不料公主用力过猛，直接滚出了画面。满是糖霜的丫丫没有丝毫偶像包袱，谁还认得出这是优雅美丽的长公主啊？每次看到宝贝在雪地玩耍的样子，都让人忍俊不禁。没想到她的搞笑天分居然这么强，如今的丫丫就连吃个饭也能搞出新花样。只见她坐在大红碗上吃着小苹果，只可惜左摇右晃，一口没吃进肚子里。即便公主被吓到惊慌失措，也绝不放开食物。当鸭宝找到奶爸奶妈放在玩具上的窝窝头后，还故意躲在大红碗后边，一副熊熊碎碎的样子，可爱到爆棚。长公主不会是在和镜头前的网友们玩捉迷藏吧？每每看到丫丫回国后的变化，都很感叹，是家人的陪伴才让她长出血肉，肆意鲜活。看到萌兰苦追干妈只为讨奶喝，才明白小家伙懂事到有多让人心疼。看似活泼开朗的萌儿童年却不那么美好。小家伙没在萌萌妈妈身边待几天，就被送到柯林干妈身边，但由于柯林奶水不足，有时候被萌兰缠得烦了就会拒绝喂奶，饿肚子的萌儿只好默默忍受。这天实在饿得受不了，他只好去找干妈。无奈的柯林躲了起来，但萌兰依旧穷追不舍，最后甚至还不小心掉进了沟里。可即便如此，萌儿依旧不哭不闹。这天萌兰跟着干妈来到木架，本想撒娇讨奶喝，却被柯林不小心丢下木架。这小子非但没生气，反而会自我调节，拿起身边的一根树枝假吃掩饰尴尬。但过了一会不肯放弃的他又爬上木架，这坚韧的小背影真的令人心疼不已。可萌兰看到干妈劳累的样子，却停下脚步，尽管肚子空空，也只好作罢。等到萌儿稍大一些后，就来到幼儿园，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。体格更大的他还充当起大哥身份，每当对方遇到危险时，也会第一个出手帮忙，不是半夜解救卡头的庆大，就是帮被欺负的小弟报仇暴打金月，还和好兄弟一起守护被奶妈带走的庆小。原本独自一雄的小家伙呼呼大睡，却被庆大泰山压顶，也不生气，只是发出咩咩叫。基地出现不听话的小熊赖在树上时，萌儿还充当奶爸奶妈的小助手，没一会就将小伙伴拽下来。那时的萌兰就是乖宝宝的代名词，从不让饲养员操心，更是一众小弟的守护神。而萌儿也很喜欢北洞的奶爸奶妈，尤其是自己的继奶爸。这小子只要看到对方的到来，不管自己在干什么，都想方设法的整活。懂事的乖宝宝只为奶爸开心。他还是熊猫圈众所周知最宠粉的小熊。当萌兰在营业期间发现两脚兽被竹子挡住视野后，还会主动拔下来送给粉丝。即使小家伙因卖力整活累得不行，也为了粉丝打起精神。明明可以趴木架上休息睡大觉，却还要对着窗外的两脚兽们保持微笑。如此懂事的小熊真的令人心软软，难怪这小子俘获了那么多的爷爷粉。墩墩嘛，墩墩，哎呦，墩墩，墩墩吧，墩墩。每当他在外场分开宠粉时，总会有爷爷举起手机记录，还像哄自家小孩般不停地夸夸。萌兰真的从小懂事到大，难怪他会成为治愈熊猫的代表。灰宝为争宠一口咬住宋爷爷的屁股，宝家族新晋小霸王到底有多调皮？继老宋在得到福公主的肯定后，又喜提辉宝的肯定。宋侍卫原本还在哄生闷气的瑞宝，压根没搭理兴风作浪的小孙女，奈何对方小小年纪一天天使不完的牛劲，被熊咬定后疼的宋爷爷直捂伤口，转头一看小淘气干完坏事后直接落荒而逃。小灰灰的闹腾性格和福宝有得一拼，即便是爱宝那位虎妈辉宝也得挑衅一波。当爱女士抱着竹子美美吃播时，光军大王在一旁小心埋伏，瞅准时机后张口偷吃。好笑的是，这小家伙每次都是擦嘴而过，只能说小灰灰调皮但属实可爱，并且这位潘达2号经常气得爱宝龇牙咧嘴。
感觉下一秒就要爆发收拾熊孩子了。有眼力见的灰灰赶忙认怂，头一埋装作无事发生，成了缩头乌龟。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熊猫身上也同样适用。要知道福宝小时候总喜欢搞点刺激的，一言不合就偷老妈的窝窝头。被姐姐传授技能的灰宝也是如此。只见小淘气将脑壳埋在竹子里大口吃果果，掩耳盗铃的他还以为没人晓得，结果刚起身就被爷爷抓包。老宋扒拉半天也没能从小孙女嘴里拿回来。最近江爷爷又开始教孙女们人教版爬树，想当年福宝还乖乖上课，可光军大王主打的就是一个任性，这小家伙魔怔似的，一心只想咬爷爷的教训。都知道灰灰有3大爱好：吃饭、睡觉和欺负姐姐，不管瑞宝在干什么都得被他暴击。只见小家伙正追赶着爷爷玩呢，老江也眼见自己即将被抓，便躲在瑞宝身后，结果小孙女丝毫没将呼呼大睡的二姐放在眼里，直接踩着对方的脑瓜跟过去。此时的瑞瑞一脸懵，什么发生了什么？当瑞宝要征服独木桥的时候，光军大王也要来凑热闹，力大如牛的他一巴掌就将姐姐弄下来。倒霉的小瑞瑞被迫抓着木桩转了一整圈。江爷爷闻讯赶来解救宝贝孙女，本想手把手教孩子反抗，哪曾想田瑞还没出手，就被小灰灰连着扇了好几个大耳刮。这天老江正准备给2个小家伙称体重，灰宝突然从远处冲刺赶来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只是为了率先站稳，两手一摊稳做体重筐的样子，像极了小土匪。很难不怀疑灰宝有小儿多动症，这调皮捣蛋的样子都快赶上福猪猪了。是不爱干净的潦草小熊，经常跟着挖煤集团的奥总和姐姐焦淼淼一起挖煤。不过当了妈妈之后变得端庄，对待亲生女儿二狗和干女儿花花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双标，叫花花躲雨，更是开发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躲雨大法。第8名福星胖大海共有12.1万颗守护星，靠着一张揣着小手躲在墙边的照片走红，委屈巴巴的样子实在惹人怜爱。小时候因为巨婴体型全身粉红，放在一群熊猫宝宝中间格外显眼，收获了一众粉丝。因为看起来格外像一颗泡发了的胖大海，粉丝就给起了个外号叫胖大海。第7名丫丫和乐乐共有12.9万粉丝。丫丫和乐乐在美国的遭遇引起了全网对大熊猫的关注，可惜乐乐年仅25岁就客死他乡。在众多猫粉的努力下，丫丫已于近期平安归国。第6名天线宝宝其一共有14.8万枚粉丝，凭借头顶一撮小呆毛成为最具辨识度的熊猫之一，也被网友调侃是基地的信号担当。不得不说奇异宝宝这撮呆毛还真是越看越可爱。第5名三太子萌兰共有19.9万半三丝，不得不说以西直门三太子如今的名气，肯定不止这点粉丝。作为丫丫回国后的邻居，我们萌兰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和陪伴。从小就是个小熊精，会指挥奶爸教自己爬树，和奶爸用猫语对答如流。不过萌兰熊生最出圈的事迹肯定要数那次成功越狱，一举登上央视新闻，从此熊猫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现在的萌兰也是每天沉浸在越狱事业中，或者每天和隔壁的妹妹聊聊天。不得不说我们三太子还真是闲不住啊。第4名二狗闰月共有37.4万找到。作为花花吃笋路上最大的阻碍，二狗抢起花花的美食可是一点不会心慈手软，完全不顾一起长大的姐妹情分。因为经常和花花抢食，谭爷爷都不敢喂花花太多，怕把二狗撑死。第3名财阀公主福宝共有48.2万养猪专家。作为第一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，福宝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因为从小被当成公主对待，福宝不仅有混世大魔王的爱称，凭借能吃能拉还获得了福猪猪的名分。但即使拥有众多粉丝和饲养员的守护，福宝因为顽皮还是免不了妈妈爱的教育。福宝出生之前，爱宝的花园鸟语花香，溪水潺潺。福宝出生之后，花园变荒原，熊孩子连一棵小树都不放过，难怪被江爷爷吐槽福宝你为什么不善良。第2名技校共有58.4万的粉丝，想不到憨憨竟有这么多粉丝。刚出生的技校就凭借罕见的灰白色毛发成功出圈，网友调侃大概是技校妈妈生着生着没墨了。小时候的技校也喜欢越狱，被奶妈抓包后又灰溜溜的自己爬回去，不愧是和萌兰一个爸爸。第1名荷花共有61.3万护花使者。果然我们花花顶流女星的位置不容置疑，凭借短胖炸毛的长相，花花绝对是熊猫界最具辨识度的小熊。明明和弟弟荷叶是同一天出生的双胞胎，花花却比弟弟矮一截，也因此总被其他熊猫欺负抢食。但我们花花性格好，被抢食也不生气，还有谭爷爷开小灶，难怪能成为那么多人的心上熊。那么这么多小熊，哪一只才是你的心上熊呢？笑死顶流女明星花花因为身高体重不够，3岁了还不能从幼儿园小班毕业。果然我们短胖炸毛的花花还是小孩子，不知道身高比其他熊猫少的那一截是不是因为薄的？其实留在小二班也好，毕竟有谭爷爷在可以给花花开小灶，要不然以他那好说话的性格升了班，肯定打不过别的熊猫，到时候还不得饿得皮包骨头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等姐姐，荷叶也因为体重不够被留了级，这下花叶姐弟又可以在一起相亲相爱。虽然有弟弟和谭爷爷的陪伴，但花花作为顶流女明星，日常营业也是很累的。比如刚刚过去的劳动假期，全国的游客都涌进成都基地看花花，甚至还有外国游客。日本电视台还专门为花花做了一期节目，并派记者专门来拍花花。
匹以上のパンダが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が、その中でも1匹のパンダだけが圧倒的な人気と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。パンダの名前サル。看来我们顶流花真的已经火到海外了。然而即使顶流也要上班，而且7点半就要起床。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上班。原来熊猫也得按时打卡上班，而花花不光要打工，平常还得跟着老师上行为训练课。这天就有一位外教老师来给花花上课，本来课上的好好的，花花只要做对了老师指定的动作，就有小苹果吃。后来外教老师让花花跟着自己跑，花花拖着200斤的身体在后面蹲蹲蹲的追，谁知老师光顾着跑不等花花，气得花花上去就要攻击外教，即使外教拿着小苹果哄花花也不管用，最后还是谭爷爷来解围，花花才平静下来。外教老师迅速躲到谭爷爷身后，害怕花花再跟他生气。看来我们女明星也不是没有脾气的，只是平常不爱计较罢了。一次二狗又来跟花花抢食，花花上去就给了二狗2巴掌，打得二狗心虚后退。就算是对亲弟弟荷叶，花花脾气上来也从不手下留情。一天姐弟俩正靠在一起吃竹子，荷叶的竹子差点戳到花花，花花躲了几下都躲不掉，一气之下飞起一脚把荷叶踹翻在地，抓着荷叶的竹子就吃了起来。可见我们花花霸王花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，顶流女明星可不是那么好惹的。直到看见饲养员不顾自身安危，冲进地震中营救熊猫的这一幕，才明白原来他们才是最爱熊猫的人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这一天，奶爸奶妈们正聚在一起聊天，突然间感觉到地动山摇，无数巨石从山上滚落，熊猫们吓得四处逃窜，飞快地爬上树，但饲养员们却没有逃跑，而是第一时间冲进圈舍抢救熊猫。当时的他们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能救多少就多少。这些他拼命地爬，咱全部在往下面哗啦哗的垮，你说这辈子我都不能。这些熊猫小的也有几十斤，大的重达上百斤，奶爸奶妈一手拎一个，一次最多也就能救2只，更别说还有吓得在树上不敢下来的熊猫。奶爸奶妈只能爬上去安慰营救，熊孩子被吓得瘫软如泥，只能被抬着前行。当时还有一只大熊猫华奥，因为十分害怕，双手紧紧抓着饲养员，爪子的指甲都已经抓到了肉里，奶妈疼得直哭，还不忘耐心安慰华奥。在灾难面前，这些奶爸奶妈不顾自身安危，抢救熊猫，转移阵地，可见他们有多爱大熊猫。地震过去以后，奶爸奶妈们也没有放弃失踪的熊猫，一个个都背着竹笋和胡萝卜，满山遍野的寻找失踪的熊猫。饿了就吃点胡萝卜，浑身上下被蚂蟥叮的全是血洞。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啊，这样。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身上钉满了的那个蚂蟥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长达1个月的搜寻，共救出61只大熊猫，1只失踪，1只遇难。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，熊猫是胆小的动物，地震给受到惊吓的大熊猫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创伤。奶爸奶妈们没有时间悲伤，他们是熊猫宝宝最亲近的人，必须担负起震后大熊猫的安抚工作。可见饲养员的工作并不是人人都能干的，对大熊猫要像对亲生孩子一样真心付出。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大熊猫饲养员，不仅要通过层层选拔，更要有爱心、肯负责、能吃苦。有的人在一个岗位上坚守了将近10年，才换来一身制服；有的人为大熊猫奉献一生，最终累死在工作岗位上。他们才是真正热爱大熊猫的人。